最近墨尔本进入到冬天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好像我的钱包它也会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而热胀冷缩。其实这么说好像也不太对，因为夏天的时候也没见到它真的有胀。想到这个是因为苹果前段时间发布了 MacBook Air， 我这个瘦弱的钱包肯定这次是没法支撑起这台新机器了。但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有不少想要购买这台机器，但是又有一点犹豫的。因为毕竟9499的起售价，快1万块钱，再咬一咬牙，好像又快能够得着 Pro 的价格了。那是不是有什么办法，把这个预算降低的情况下，又能够买 MacBook Air 呢？其实办法也不是没有，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MacBook Air 也不止 M2 这一款，咱们不是还有 M1 嘛？今天的视频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购买 M1 MacBook Air 是一个更加划算的选择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一次 M2 的 MacBook Air 在设计上得到了很大的更新，完全抛弃了以前的楔形设计，变成了和14以及16英寸 MacBook Pro，也就是我手边这一台相同的设计语言，就是四四方方的设计，然后厚度也是统一厚度，就连屏幕也换成了刘海屏。尽管很多人讨厌这个刘海屏，但是也得益于刘海屏窄边框的这种设计，让它看上去更加有现代感。而且这一次除了设计上的变化，其实在实用性上它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如用上了支持快速充电的 MagSafe 充电线，一个更加明亮略大了一些的更好的显示器，一个更好的 1080P 的前置摄像头，以及4扬声器的音响系统。我觉得对于用户们在体验上来说这些实用性上的改变其实要比外观设计的改变更加有意义。而且有一说一，多花1500块购买这些新的功能和新的设计，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我个人其实觉得是一件划算的事情的。那为什么在这里今天我还是更推荐大部分人购买 M1 的 MacBook Air 呢？因为首先我相信大部分考虑 MacBook Air 的用户来说，他们对于这台电脑的需求肯定就是做一些日常的办公。那在满足这些日常性能的条件下，其实 M1 也能够把这些任务完成得很好。The Verge 的测评也显示，在处理日常任务时 ，M1 和 M2 在性能上的差距难以察觉。M1 在现在也是一台性能非常强劲的电脑。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aren't enough to really warrant it, and that's still an excellent machine in its own right. 因为毕竟 M1 发布其实距现在也就18个月，所以大家如果是想通过购买 M2 在性能上狠狠地甩开 M1 的话，那这次恐怕你就要失望了。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对于专业性能很有需求的用户的话，那我想你更应该考虑的是 MacBook Pro。由于 M2 MacBook Air 没有风扇设计，所以在处理像视频剪辑这种比较繁重的任务时，性能会落后于同样拥有 M2 芯片的 MacBook Pro。在处理这类任务时 ，M2 MacBook Air 的温度也有很明显的上升。14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 机型，而且这一次入门版的 M2 MacBook Air 的硬盘还有个降速的问题。降速是指256GB 的 M2 MacBook Air 的硬盘的读写速度要落后于 M1 系列的 MacBook Air。Apple, how could you do this to us? The M2 is slower than the M1. 这是因为基础版的256GB 只有一块 NAND 芯片，而512GB 及以上以及 M1 系列都有2块 NAND 芯片。所以如果你想给硬盘再升一级到512GB 的话，那这个价格上的差别就更大了。那在这里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在购买像电脑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其实还是要量力而为，因为毕竟几千块钱的产品，无论是对于学生朋友们还是说步入职场的朋友们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你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少的预算，就买多少的机器。如果你确实对于机器有一个比较高的需求，但是钱又不够的话，那就加油，把钱攒够了再买。千万不要光是为了面子，为了虚荣，一定要买一台自己并用不太上的机器，那我觉得就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了。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无论我手上用的是 Windows 还是用的苹果的 Mac， 他们都一样可以出色的完成我所需要的需求。有些看了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在购买这台16英寸 MacBook Pro 之前使用的是一台11英寸的 MacBook Air， 那台机器陪伴了我几乎10年的时间，而且
它一直都工作得很好。要不是最后我年纪渐长，然后它屏幕对我来说实在太小，眼睛有些受不了，其实现在拿它来码字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好，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买到自己最心仪的机器。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